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 少康战情室。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国民党新任主席郑丽文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接受我的专访。丽文你好，很久没有来少康战情室了，是，大家好。是，那当然最近什么话题就是国共论坛了哈。智库的论坛到底叫国共智库还是叫国共论坛？是2月3号还是2月2号？2月2号，2、3、4， 2号到北京，但是论坛那天是3号，所以我就看这边写2号，这边写3号，2号去，3号、4号，对，2天等于是。3号论坛，4号好像是参访，然后他们晚上飞机就回台北了。是，其实只有开会只有1天啦。好像是哦。好吧，在北京啊，应该是。那将来有可能在台北吗？在台北。像双城论坛是一次北京，一次台北。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但民进党不会允许的啦，所以28年之前不可能，我认为不可能。学者28年政党轮替就可能了。对，因为台北双城论坛都没有办法在台北办了，他们申请一大堆，通通不能来，所以最后还是得在上海办。好吧，那说这次的论坛，基本上我们有40个人去是智库，是。那他们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他们多少人？大概应该差不多吧。不，他在地可能搞不好人多一点，说一些在地，反正也不要花机票钱，也不要什么，好吧？这个我倒没有问不管了哈，那就是这个李鸿源跟萧旭成2个，对他们等于是带头就是了。对他们领队。OK。那因为我们2个副主席专门负责两岸事务嘛，张荣恭副主席跟萧旭成副主席。那这一次是由萧旭成副主席负责。那么因为这一次呢，主要是智库很多的内容，还有专家学者、产业都是李鸿源副董事长去邀的，他的专业啦，气候变迁啊、防灾啊、AI 啊等等的，什么环保啦，什么是，就是都是说比较不敏感的民生议题。其实第一个国共论坛好像是一个大家约定成俗的名称，过去也不叫国共论坛过去也叫什么两岸什么经济论坛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叫做两岸交流发展前瞻论坛。那么只不过呢，它的确是国共2党的平台，然后是智库的平台，所以本党的智库跟对岸他们的智库。那除了对岸的智库之外，还有包括他们很多顶尖的智库，譬如说这一次这个是李鸿源推荐的，也可以说是他要求的啦。因为李鸿源部长呢，他其实这些年来跟对岸他都非常多的交流，很多的相关的一些最顶尖的一些论坛都会邀请他去做演讲，所以他跟对岸的这个学术界、专业界非常的熟悉，所以他就很大力的推荐了清华大学所以这一次他们去也会跟清华大学做一些对接。那其实他已经很熟了啦，但我就觉得很棒，因为的确讲到清华大学，大家都知道嘛，是大陆最顶尖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北大了，清华了，对。为什么停了9年才开办？为什么过去9年都停？9年都没有为什么？其实我也挺惊讶的那么可能跟各届国民党党主席的态度等等的也有相关，所以已经9年停办了。那么这一次重新对接，我实在是非常感谢张荣恭副主席，因为他从李登辉时期就是负责两岸大陆事务最主要的幕僚，然后到连战、到马英九、到吴伯雄都是他，所以他太熟悉了。因此，不然的话，你想想看，这中间断了这么久，青黄不接，过去是怎么回事？可能我们国民党的这些幕僚都没有经验了。那么，因为张荣恭副主席的关系，就变成好像可以无缝接轨一样，他可以立刻的，而且他在跟对岸沟通的时候，他还会，因为对岸也都是新人国台办也都是新人，他没有换很多人，对，他还会提供就是过去的经验，大家可以参考，然后就很快的进行沟通，进入工作的项目，所以还好有张荣恭，我们就很快进入状况。你当选主席后就开始发动的，开始的嘛，对不对？开始筹划。是的，是的，是的。很快时间蛮快的。其实因为在我上任了主席之后，那么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萧旭成副主席首先，然后是张荣恭副主席，分别都在大陆见了国台办主任宋涛宋主任。那有趣的是，他们都不是专程去的，而且他们都是我在选主席之前就排好的行程，所以就很刚好。那么去了之后，因为他们身份忽然间变成副主席了，
所以他们就临时安排了，那对方就是赶快安排了跟国台办主任见面。那2次的见面，他们就很快的交换了意见，然后彼此交换了彼此的一些期待啊、意图，然后就很快的去进行执行跟落实。所以不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的智库，因为我12月2号才上任智库董事长，才聘了李宏源做副董事长，所以在那个之后才开始请李宏源说，我的想法，我就让李宏源知道，所以更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很快啊，效率很高。重大意义，你觉得最大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坦白讲，就是说，现在两岸的局势非常的兵凶战危，连我们的赖清德总统都用非常悲观的语气说，很可能27年就不排除会有军事冲突。那么过去这几年，大家都很深刻的感受到，我一向都很坦诚的，就是对岸除了不对执政的民进党抱期待，他们一直走台独2国论的路线，甚至于可能都对国民党不一定有抱期待。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因为如果一旦他认为在台湾内部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对话的对象，那么他们只好绕过台湾，而对北京而言，他不可能放弃台湾，他必须要处理台湾问题。那么在没有任何跟台湾内部有对话对象的情况底下，那就会我们很难想象，一定是对台湾不利的，或者是不尊重台湾意愿的手法。所以我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在我主席任内的这段时间，刚好是两岸最关键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一样的中断跟对岸所有可能的对话跟交流的空间，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虽然国民党是在野党，还好我们现在还是国会第1大党，在民意的代表性上面是有足够的正当性跟合法性的。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在野党。但是如果可以从国共的平台开始缓和两岸剑拔弩张的气氛，开始让大家看到，两岸坐下来对话交流合作，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嘛。事实上，马英九8年就是如此。那么让大家也让对岸相信，不需要透过大家不期待的方式去处理两岸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我上任之后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这个论坛可以成型，也证明了我一直跟大家讲的，我真的实际的感受到了来自对岸、来自北京的诚意跟善意，表示他们也期待，而且他们衷心的希望两岸是透过和平的方式来化解歧义、处理问题，而不是非要逼的走上大家都不想要看到的那一步。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和平的起端，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了哈，因为你刚才也讲赖清德他们都假定2027老公会打嘛，美国也说2027老公可能已经准备好了，动不动手是一回事啊，已经准备好了。对。那你认为像国共论坛这样的这个沟通，以及你当了国民党主席，认为呢应该9年中断的这个沟通，国共至少应该建立一个沟通管道？对。会不会说老共本来2027要打，因为这样就不打了，延缓了？是，就是希望这样，而且永远不会再打了。对。好。那昨天你在中常会说，台湾不需要在美中之间做选择啊。你说美国曾是我们的恩人，中国是我们的亲人。那民进党很多意见在说了哈，美国曾是，那现在不是吗？现在美国人觉得怎样？现在不是啦，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这个美国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呢，对不对？那美国需要我们的帮助，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也很愿意，但是就是一个要在一个真的对双方都可以互惠的情况底下，而不是让双方都没有办法受惠，反而伤害了彼此的感情。那我觉得这就叫做得不偿失。那么美国对我们的恩惠，大家都非常的清楚。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如果不是美国最后加入了亚洲战场，事实上亚洲战场是不是能够在那样的一个时间之内取得胜利，我相信美军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当然，所以如果不是2颗原子弹，日本不会无条件投降，是中国还继续在打呢。是，所以台湾光复了以后，战后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嘛，美元。然后美国的支持，甚至于美国的协防，对于台湾的稳定安全跟当时有办法经济成长，都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美国当然曾经是我们的恩人。但现在台湾的防卫还是要靠美国。是的。所以，因为从2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都是靠美国，整个的系统、整个的训练都是美系的，都是美式的。因此，的确，我们的整个的国防是高度的依赖美国的。好。
那你说两岸不需要剑拔弩张哈，是，但是问题是台湾当然不希望剑拔弩张嘛，因为打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呢？但如果大陆要剑拔弩张，我们怎么办？所以这就是相对的。我今天就是要让大家，其实马英九的8年过去，已经是快10年前的事情。或许年轻的一代不记得，但是对于成人的大家都不可能不记得。在马英九的8年，就是在9·2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面，我们曾经有8年非常和平交流、繁荣的两岸关系，甚至于台湾因此有非常大的国际参与的空间。所以这个事情一点都不难，我们从来不需要付出其他的代价，我们从来不需要牺牲我们的尊严，我们也从来不需要跟对岸有一些什么台面下的交易，或者是商权入国的交易，从来都没有，反而是人民有很大的受惠。8年就是具体的事实啊，所以现在也是一样。那为什么搞得剑拔弩张呢？为什么搞得刚刚赵先生讲了，全世界都觉得好像解放军随时要打过来了呢？那就是因为9·2共识的政治基础不在了，那是因为今天民进党一天到晚在挑衅彩虹线，想要两国论，想要去中国化，想要搞台独。那这个东西是非常不智的，因为民进党自己都承认台独不可能了，那你干嘛呢？我就觉得赖清德很奇怪，那你就干脆一点，就下架你的台独党纲，反正已经没有用了嘛。对不对？那你就下架它，你摆在那边就是随时刺激对岸来对台动武嘛。你把它拿掉，那不就是功德一件吗？赖清德最喜欢做功德啦，那你这是最大的功德。你只要下架台独党纲，接受9·2共识，我就讲了，他不要每一天吃葡萄说葡萄酸，一天到晚酸我啊。我没有急着想要抢头香。如果赖清德因为这样子可以跟习近平坐下来好好的对谈，那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乐见。问题你不是嘛？所以两岸真的非打架不可吗？非打仗不可吗？绝对不是，和平一点都不难，看你有没有心而已。好吧，你现在是国民党现任主席，赖清德是民进党主席哈。你以国民党主席身份这边跟赖清德喊喊话，他应该怎么做？大家应该要以2300万苍生为念，还有台湾的未来。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彻底的隔绝。中国大陆已经不是40年前、50年前冷战1.0的时候一穷二白，所以台湾什么都不依赖，而且在那个时候的冷战，两边的阵营是绝隔绝的。现在不一样了，中国大陆的市场不仅仅让台湾的经济要高度的跟他们的相互依赖，全世界都如此，都非常的重视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中国大陆的市场。我们不可能自绝于中国大陆之外，那是不切实际的。台独是一个绝对不可能的死胡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为了这个付出这些不合理的代价呢？如果真的你在乎台湾人民的死活，你真的像你嘴巴说的希望促进和平的话，那很简单，我们真的希望朝野能够共同的一致，来促成两岸的和平，接受9·2共识，反对台独，一切柳暗花明，一切都可以不一样。接下来再回来。好，我们先专访国民党新任主席张立文正主席哈。那你昨天说大陆是亲人，美国曾是我们的恩人，那民进党当然不爽了哦，说这个脱离了逻辑。林作水也说啊，头脑是不是不清楚，大陆怎么会是我们的亲人呢？哦，这个飞机常常这个战机越过中线啊，等等哈，沿海布了1-2千颗飞弹了等等哈，所以民进党党团说，那你们这个又国民党又说要怀疑美国以美论。那不是恩将仇报吗？既然是亲人，干嘛怀疑他呢？哦，我当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了哈。我也问过很多留美的，当时说美国专家，我说你们当时说美国都好，现在为什么这样批评呢？他说现在美国跟以前美国不一样啊，是不一样，美国川普更不一样，大家都知道了哈。不管了哈。另外呢，这个民进党说国民党是为了换国共论坛配合统战，所以把台湾权益牺牲了，甚至党军购啊等等。哦，自由时报也这样登嘛？听说你们还要告他们，会告吗？会告吗？已经告，就是已经宣布要告了。那状子已经在准备了，所以这2天就会告了。真的会告，就是真的会告，一定要告。好，那你太恶劣了。好，你讲讲看，他们这样讲。我们大家为了两岸的和平，那是多少人的身家性命，
多少人产业的未来？结果呢？你想想看，刚才我们每一天都有看不完、念不完，我都懒得看。就是民进党的莫名其妙的酸言酸语啊，见不得你好啊，扯后腿啊，拖后腿啊，完全不像是一个心系国家，完全不是一个把百姓放在心里面，也不在乎百业的萧条、国家的未来、地缘政治底下台湾会不会变成弃子，从来不去思考。当我们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百般刁难，各种的泼脏水。然后呢，最可笑的是从头到尾一直编故事，然后说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只有9·2共识反对台独啊。那马英九，你想想看，他从政整个的过程，民进党都说他是卖台集团，牺牲主权什么？那民进党这些人是不是应该通通抓起来，全部认知作战，通通都是假消息？那你们这些才是真正破坏台湾团结的历史罪人。事实证明，完全没有。什么时候卖台了？完全没有。那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民进党应该高兴才对呀。如果是因为民进党严重误判，以为要拿什么去换，老共才会对我们和颜悦色，才愿意跟我们坐下来谈话。这样结果，我现在证明给你看，你错了。你的消息是错误的，你过去对对岸的印象是错误的，你对两岸关系的判断全部都是错的。那你今天有很好的机会啊！我刚不就讲了吗？你不需要让立委抢这个头香，你也不需要让国民党去扮演这个关键的角色，可以。你现在在执政啊，你的筹码影响力比我们大太多了。那今天赖清德应该严肃的去思考说，原来真的只要9·2共识反对台独吗？反正我这辈子台独也不可能了，对不对？9·2共识我们就讲了啦，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中宪法，两岸同属一中啊，我不就说了吗？你也没少一块肉，任何具体的利益利害我们都没有损失，而且马上换来的是和平，马上换来的是我们多少产业的活水跟活路啊！那你想到这一点，你应该想说，那我也来试试看才对啊。你不是，你从头到尾就这么的恶意，就开始一直栽赃，说今天我们就是一定要跪舔，一定要交换，全部通通都没有。我事实上当了主席之后，我都不希望用这么难听的字眼来形容我们的政府对美国的关系。那你才是在对外的关系上面，民进党永远不相信我们对美国也好，对各国的政府也好，对北京也好，他从来不相信今天中华民国政府可以跟人家平起平坐，可以有尊严的经营两岸关系跟国际关系。这件事情不存在民进党的领导人的心目中，不存在民进党的国安团队的心目中。如果你们觉得只有跪舔，只有讨好才能够换来台湾的生路，那你们就应该下台，因为你们只会断送台湾的生机，你们没有办法处理任何的事情。这也不是美国要求你们的，是你们自己矮化自己去求人家的。我不想要把我们的政府团队讲成这样，但是当你热脸去贴人家的时候，别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别人有把你当回事吗？你要自己好好的去思考，你们为什么有这种自我作践的逻辑呢？好，那记者有问了哈，说这次国共这个智库的论坛，是不是为了将来你跟习近平见面，所谓政协会啊来铺路啊？那萧副主席是说了，目前没有明确的讯息，但我们知道说，这个曾经传出来说你要到大陆去，希望能够政协会，而且也传出来美国 AIT 也邀请你到美国去。是，那你的整个行程的这个规划是怎样？先入后美还是先美后入？先入后美。好，因为我觉得包括美国在内，包括川普总统在内，全世界的领导人现在都非常积极的，希望能够跟习总书记线上面，对，都想。今天英国首相还在，都想要见面哈。那都想要见面，就有他的原因，有他的战略思考，有他国家安全利益的宏观的思维。所以，我去见了之后，因为美国一定高度的关切，那么我如果先去了美国，再去北京，他一定说：那你见了习近平之后，你再赶快来。那我何必呢？我这样不是浪费很多时间吗？
对不对？因为全世界都会很关注你什么时候要去，你去得成去不成，你去了以后会谈什么，去了以后真的谈了什么，对不对？那对我来讲，我都是非常公开的。全世界关注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我所接待的所有的外国朋友，不管是官方的、媒体的、智库的，都非常的担心两岸发生战火，这跟1年以前可能完全不一样。我认为大家是真的焦虑，所以如果我所说的证明两岸的和平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么困难，而真的像我所说的，大家都看到了北京的善意跟诚意，那可能在对很多的地缘政治的思维，大家会有不同的想象跟改变。我认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我为什么会说上半年就很简单？本党一穷二白，人力有限，资源有限，下半年就要全力投入辅选，难以分心跟分身，所以我才会希望上半年完成，不是只有北京的访问、美国的访问，就是我希望啦，就是所有国际的访问都能够在上半年结束。不过，当然我们也知道，共产党有他一套他的这个逻辑了哈，思维的逻辑的，他的决策的体系啊等等哈。是。那你认为说你这样去了以后，他就会改变态度吗？还是铁板一块？他怎么坚持还是那样坚持？你希望达成什么？我认为就会有不一样的空间出现。好，那么当然，因为中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他们所定下来的很多的政策，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轻易的改变。他要形成政策很难，他要改变政策也很难。是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更何况8年马英九之后。因为台湾会政党轮替的，就算28年国民党执政好了，那他也会担心说，那未来民进党又回来怎么办？我现在如果把所有的善意通通都释出了，那结果后来换来的是，居然民进党又重来执政了，又重新毁掉了这一切。所以我才会强调说，其实马英九的8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马英九的8年结束之后，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我这一段时间见所有国际友人，我都说，我非常希望两岸和平不是只有两岸的事情，我们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也希望因为有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它可以变成是一个永续存在的两岸和平关系，不会因为台湾内部的政党轮替而有所改变。那么这对北京来讲，我想可能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如果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和平框架发展的可能，未来两岸的和解交流跟合作，那么就不会再把所谓的军事冲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上是一个马上就要面临的一种可能性跟这个议程。那我认为这个军事冲突的可能就会大幅的下降。那么和平稳定的架构之后要做什么呢？交流要干嘛呢？这些有很多的工作，事实上是要去堆接的，当然也要等到国民党执政之后。那因为4月看起来川普要到大陆去川习会嘛啊，那今天新闻出来说。美国驻大陆的大使啊，也邀请习近平9月或10月，就在其中选举之前去美国访问嘛。那也有人说川习会可能会签第4公报，也有人担心川习会把台湾给卖了。那你怎么看？第一个，我不知道4月份是不是会有川习会，因为川普的比较特殊的人格特质，随时会变了。对，他常常会公开的讲很多的不一定是讲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有待观察。但是可以想见的就是，川普上任之后，他真的非常希望到中国大陆去做正式的国事访问。但是因为最近川普总统一连串的动作，我想北京也会有他们的疑虑跟考量。但是对于是不是大家这段时间都一直在揣测川普会不会弃台，会不会有第4公报，会不会更进一步的想换来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善意也好，或者是更稳固的关系来牺牲台湾，打台湾牌。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不能被动的在这边任人宰割，然后我们只能在这边猜测。我不希望今天台湾只能如此被动，这个就是赖清德政府要负起的责任。可是他两手一摊，一筹莫展，没办法。所以国民党要主动的出击，主动的在两岸的关系上，
在对美的关系上产生一个不一样的化学作用，扭转乾坤。因为再这样走下去，时间不但不站在台湾这边，我们迎来的可能是灾难式的后果。休息一下再回来。